每天仅需咀嚼28克这种常见的坚果，你心肌梗塞的患病概率就能够急速骤降30%。这个令人瞠目的数据，远远超过那些令人咋舌的医学保健品带来的效果。这绝非我的信口开河，而是来自于哈佛医学院花费整整10个年份系统跟踪的巨大样本库所得出的严谨医学结论。但你是否发现过这样的现象？相同的食材为什么会在不同人身上产生完全相反的结果呢？后台有一位长期关注的网友曾经跟我分享，他每天都坚持用正确的方式进食这种坚果，短短几月之内居然轻飘飘地甩掉了10公斤的体重，连最难对付的腹部脂肪也彻底消失无踪。可是另一位网友却跑来诉苦，他虽然听说这种坚果能帮助减肥，却每晚坐在沙发上抱着大罐子，边看综艺边吃个不停，连续1个月的结果是非但没有瘦身，反倒整个人臃肿了5公斤。明明采购的是同一家商超的同一个牌子，为什么2个人的身体会产生如此天地之别的变化呢？大多数台湾民众迄今为止还把这种坚果视作是年节庆祝场景中堆放的热量陷阱，觉得它就是油腻肥厚的代名词。今天我打算携带实验室的最前沿数据以及全球医学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把隐藏在市集货架后面的营养秘密彻底翻个底朝天。我要向各位揭示这个小小果实究竟有着什么样令人难以置信的保健功能，以及怎么样才能吃得既安全又高效，避免踩入各种危险的健康陷阱。看完今天这段内容以后，我敢向你保证，再也不会成为超市里的购物冤种，既能把营养彻底吃进体内，同时享受到真实的美味体验。先点赞再观看，好运一直都在。咱们先聊聊这个小小果实最令人难以想象的第一项超强作用，那就是它其实是血管系统最天然的守卫者，对于维护心脏健康和控制血液中的脂肪含量，拥有着极其强悍的能力。大家都知道，现代社会的饮食方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我们每天都在吃着各种油炸外卖，油脂摄入量持续攀升，血液中那些有害的低密度脂蛋白，一旦数值过高，就成了威胁心血管系统的头号杀手。这些危害物质会在血管内壁上逐渐积累，就像交通枢纽在早晚高峰期间拥堵的水泄不通一样，堵塞越来越严重，最终就会导致血管硬化，甚至引起致命的冠脉疾病。而这个小坚果的果仁里边富含着极其丰富的单不饱和脂肪以及多不饱和脂肪，这些身体所需的优质油脂就像是一支专门的清洁队伍进入到你的血管系统里边，它们能够高效地把那些粘附在血管壁上面的有害脂肪用力扯下来，随后通过肝脏的代谢途径把这些身体的垃圾排泄出去。一项经过严苛评审的医学临床实验证实了这一点。那些被安排连续服用8周，每天定量摄取这种坚果的人群，他们通过血液检查所显示出来的有害脂肪数值平均下滑了 15%。 这种下降的幅度绝对值得我们惊叹。这样完全借助天然食物来改善血液脂肪的手段，比起你去服用那些可能附带副反应的化学药物，实在是要安全得多，持久得多。它能够让你的血管重获弹性和流畅，极大地降低了心脏病发和脑中风的危险系数。接下来大家要听到的是第2项同样令人眼前一亮的妙用，这个小坚果其实是稳定血糖的天然调节器。这对那些曾经诊断为糖尿病前期或者已经确诊为糖尿病的患者来说，真是天大的福音。对于那些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人而言，每顿吃饭都像是在走钢丝，稍微多吃一点米饭或者精细淀粉类，血液里的葡萄糖就会像坐过山车般疯狂飙升。这种血糖的大幅波动，对身体的微小血管造成的伤害是不可小觑的。这个小坚果为什么能够帮忙稳定血糖呢？因为它本身就包含着非常充足的优质纤维素。当你吃下它之后，这些纤维素进入到你的消化道以后，就会在吸收水分的时候膨胀起来，并且在肠壁内层形成一层致密的物理防护屏障。这层屏障能够有效地减速肠胃吸收糖类的速率，让原本会迅速转变为葡萄糖并注入血流的糖分变得非常缓和且平稳地逐步释放。美国糖尿病权威机构的深层研究就已经清楚地指出，假如你在进食正餐谷物的同时，搭配着小分量的摄取这个坚果，你在正餐后2小时所测得的血糖数值就会比没有搭配这个坚果的情形下，平均再低上 20%。 这样平稳的血糖调节能力，能够让你吃完饭后不会感觉头脑昏沉，
还能够明显减轻胰脏分泌激素的负担。可是这儿我还得特地强调一下各位，虽然这个坚果的控糖作用极为显著，但它说到底还是一种天然的滋养食品，绝对没有办法替代正规的医学治疗措施。它最应该被用来作为你日常辅助的血糖管理手段，或者是当下午肚子闹饥荒的时候，取代那些含糖量很高的饼干面包的最理想选择。接下来讲到所有爱美女性和致力于抗衰老的人士，必定会忍不住发出尖叫声的第三项妙用，那就是这个坚果惊人的清除氧化物能力。它真的是比很多声称能抗老的蓝色浆果还要厉害许多倍的抗氧化宝物。我们通常听说抗氧化，第一个跳进脑海的明星果类基本都是那种深蓝色的浆果，对不对？可是如果你去细致查阅医学期刊上的科学检验数据，你就能发现，这个小坚果综合的清除氧化物能力，实际上能够轻松击败市场上许许多多贵的离谱的抗衰老水果。一颗看似不起眼的小坚果，它的核心里竟然一次性包含了多种维他命、叶绿色色素，还有超级珍稀的长寿酚等各类顶端的抗氧化物质。大家的身体由于经常熬夜不睡，承受心理压力，加上外界严重的环境污浊，每天都会源源不断地制造数不清的自由基分子。这些自由基就像是会让铁块生锈的酸性物质一样，在体内四处肆虐，破坏健康的细胞组织，最后导致皮肤失去光泽，产生皱纹，甚至是加快身体各器官的衰退速度。而这个小坚果里面的维他命 A 就相当于是细胞的最后一道防线，它能够在中和这些自由基的时候献出自己，保护你的皮肤细胞不被侵蚀，维持皮肤的湿润和紧致感。里面的叶绿色色素不只对眼睛有利，它在皮肤表面还能对抗太阳射线的伤害。至于那种长寿酚成分更是不得了，它在医学研究中一直被誉为延年益寿的基因激活剂，能够从 DNA 水平去延缓细胞衰败的步伐。最新的科学数据甚至表明，你只要每天固定吃上20克这个坚果，坚持一段期间以后，你身体里的整体抗氧化能力的改善幅度，竟然相当于你一口气喝掉了2大碗新鲜蓝莓原浆汁。这就好比你每一天都在用最自然的办法，为自己的身体进行最高端的抗衰老和水分保持的专业护理。现在最关键的时刻来了，我要回答最开始最多人问的那个疑问，也就是第4项能力，那就是这个坚果究竟怎样变成了减肥的秘密利器？为什么有的人吃了能瘦出腹肌，有的人却像气球一样越来越胖？其实这当中的秘诀就隐藏在这个坚果的特殊进食方式里面。营养研究领域甚至为了说明这个现象，给它取了个专业术语，叫做坚果进食悖论。这个小坚果自带的那层坚硬的果壳，其实就是帮助你瘦身的最大秘密武器。当我们吃那些已经去壳的坚果或者是炸薯片的时候，我们通常会一把抓起来就往嘴里送，吃饭的速度快得惊人。可是我们吃带壳这种坚果时，你必须逐个用手指一颗一颗地戳开果壳，这个动作会大幅地拉长你的整个进食时间。我们的胃部在接收到食物以后，要把吃到饱了的这条讯息传送给大脑的饱食感知中枢，正常需要约莫20分钟的时间。因为必须得一颗一颗剥壳，你的大脑就有足够的功夫去接收到满足的感受。研究数据显示，进食带壳坚果的人，相比于吃去壳坚果的人，他们的饱腹感能够大幅抬升30%，进食的总量自然就减少了。不但如此，这个小坚果自身的植物蛋白质和纤维素成分含量都很丰富。我们人体在消化这类高蛋白和高纤维的食材时，肠子需要花更大力气去蠕动收缩，必须消耗掉更多的热能，才能够把这些物质彻底消化和代谢完毕，这就称为食物热耗能。试验证实，假如你摄入了100大卡的这种坚果，和摄入100大卡的炸薯片对比，你的身体为了消化这个坚果，会自动帮你多燃烧掉20%的热量，这就相当于你在享受美食的同时，身体的代谢系统也在帮你进行脂肪燃烧。但是我还得非常郑重地提醒各位，无论食物热耗能再强势，减肥的根本性法则依然是调控每日吸收热量的总量。你绝对没有办法因为它能减肥，就一次性啃掉一整包。每天只要维持少量进食，就能让你在浑然不觉中逐渐变瘦。我们谈到这一步，我真的很想知道你现在是在什么时刻观看这个内容的，可以在下面告诉我是几点钟。现在大家来看第5项能力，
这个坚果根本就像是给你的眼睛穿上了一件最强有力的防护衣。在这个屏幕时代，所有人每一天不是在盯手机发讯息，就是对着电脑屏做作业，睡前还要躺床上看短视频。我们的双眼真的已经苦不堪言，老花眼以及视网膜黄变病变的病患年龄正在快速下降。而这个小坚果里面的叶绿色色素和紫红色花朵素，堪称眼部视网膜的超级防卫者。在全部的坚果类别里面，只有这一款是富含大量叶绿色色素的坚果。这些叶绿色色素进入身体以后，会特地聚集在我们眼睛的视网膜黄斑位置，形成一层黄颜色的厚实保护罩。这个保护罩能够相当有效地吸收以及挡住手机屏幕放出的有害短波光，避免短波光直接灼伤视网膜细胞。而这个坚果紫红色的薄薄外层里边，则包含着大量的紫红色花朵素。紫红色花朵素是一种能够强力促进眼睛微血管循环流通的物质，它能够增强眼睛血管的坚实度，供给更充足的血液和营养物质给眼睛，有效降低因为高度眼睛数度或者是胰岛素异常造成的眼底病变。澳大利亚的一项长期眼科追踪研究就表明，如果你每一天摄取30克这种坚果，连续坚守3月以后，眼科检测设备测出你的眼睛视网膜对短波光的防御力竟然能够惊异地增强40%，这能够极大程度地下降后续发生视网膜黄变病变乃至失去光明的危险系数。所以，假如你是常常需要长时间用眼的社会人士，或者是课业负担很重的学生族，真的要立即把这种坚果列入你的平时饮食方案里。看到这儿，你一定会在脑子里惊叹，原来这个小坚果就像是天下第一的多用途宝物。你是不是现在就想要马上跑去卖场大幅囤购呢？我劝你先别这么急，因为如果你不理解怎样逃开错误的食用法，这个小坚果不仅没办法发挥前面描述的那些奇妙作用，它甚至有可能忽然变成伤害你身体的致命杀手。根据我们的数据统计，下列这3大吃错方式，将近90%的台湾人都曾经中过招，你一定要高度集中精力听清。第一个最危险的吃错方式就是许多人觉得夜间吃坚果能够改善睡眠，结果反倒越吃越圆，这根本就是在用自己的身段开玩笑。网络上确实流传过坚果里边含有镁矿物质可以使神经放松的说法，所以很多人就爱在睡眠前蜷在沙发上，边看电视剧边吃这种坚果。但最残忍的事实是，这个小坚果的热能实在高得吓人，每吃掉整整100克，你就得吸收令人震惊的631卡热，这几乎等于吃掉2碗半白米。当你在夜晚吃下如此巨大热量的食物时，人体的基础代谢速率在半夜本来就会变得非常低迷，因为你的身体正在预备进入睡眠放松的状态。此时多出来的这些庞大热能，你的身体根本没有能力去消耗，无处安放的糖类和脂肪，终究只能全部转成腹部脂肪和腿部脂肪，狠狠地堆在你的腹部和腿上。另外，夜间看视频、吃坚果十分容易分散心神，时常是不经意间就嗑完了一大袋。你本来是想放松帮助入睡，最后却是肚皮撑得要死，根本无法好眠，胃食管反流症还会跟着发作。第二天踩上量秤，反而发现自己直接发胖了一大圈。所以最聪慧也最适当的办法，就是把这个坚果彻底搬到白昼去吃，不管是早上配上益生菌酸奶，或者是下午当做补充能量的小零食，让身体有整整一个白天的时间和运动量，去把这些热能彻底消耗掉。第二个要人命的吃错方式是，许多人存在一种回归自然的执念，觉得越是没经过加工的生的，吃这个坚果就越能保存最原始的营养，但这其实隐含着恐怖的毒素危险。我要打破一个误认知，许多人觉得生的坚果更加卫生，但其实假如在台湾这般湿热的岛屿气候之下，没有通过恰当的高热烘干处理的生坚果，非常容易吸取空中的湿度而受潮发霉，一旦受潮，就存在极为严峻的黄色霉菌毒素滋生风险。你晓得黄色霉菌毒素有多吓人吗？它被国际卫生组织分类为最猛烈的第1级癌变质因物，毒力不止很强劲，甚至被以为是砒霜毒性的68倍。只要吸收微小剂量，就有可能对肝脏制造不可修复的创伤，乃至直接诱发肝脏恶性肿瘤。虽然大的正规食品商制造的这个坚果，在货架前都会经历严格的高热烘焙、灭菌以及管制含水比率，在绝对防护的极低范围内，但如果你是为了爱小便宜，
或者是跟风所谓的生食调理方式，跑去老街市集或者来路不清楚的小工坊，采购那些直接放在空气中随便贩卖的散装没处理坚果。你买到的可能不是维生素，而是一颗颗随时会爆炸的定时炸弹。所以万万不要为了这类错的健身理论去冒险采购这种坚果，一定要精选包装整洁、有信用度的大公司，并且检查是通过合规加工、烘干工艺的坚果，拆卖后也得放进可密闭的罐子里或者是冷藏柜保存，这才是最有负责的吃法。第三个误区也是最多人不懂得的，就是虽然这个坚果营养多，但绝对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吃。假如你属于下列这好几种高危险人群，真的连碰都别碰。首先第一种就是有胆石症或者是胆囊发炎病例的人，因为这个坚果富含丰沛的脂肪，当我们吃下高脂肪食物时，会剧烈刺激胆囊收缩来分泌胆汁，溶解脂肪，这对于胆石症患者而言，非常容易刹那间引发极其痛苦的胆部绞痛，那类痛感甚至会让人马上躺在急症床上。第二种是针对坚果本身就有过敏体质的人，这类人只要吃进去非常小的量这种坚果，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全身皮疹、呼吸困难、喉部浮肿，乃至引起晕厥，这样有性命威胁的剧烈过敏症状。第三种是肾功能衰退或者是需要透析的患者，虽然这个坚果矿物丰富，但它的钾成分含量特别多，肾病患者没有办法有效排净血液中过多的钾元素，一旦吃过量了，容易引起高血钾症，造成心律不齐，甚至心脏停止跳动。最后还得特地警告肠胃消化工作能力很差的人，这个坚果内有很多粗糙的纤维和脂肪，如果你的肠胃比较易敏感，一回吃太多会导致胃排空延缓，产生严峻的消化不完、胃胀气，甚至激发腹泻、大便溏稀。吃任意补品或者健康食品之前，一定要先审视本身的身体情形，看看本身是不是属于这类不可以接触这个坚果的高危人员。既然我们已经把全部的吃错误区和风险都打扫干净了，那究竟要咋样精选、咋样吃，才能把这个坚果的利用价值升到最高呢？别发急，我特别帮大家梳理出了一份可以说是金律的吃法秘籍，你这会儿一定要仔细聆听，或者立刻记笔记下来。我们先讲说精选这个坚果的3大火眼金睛妙招。当你站在超市，面对货架上种类繁多的不同牌子时，你要咋样选出一包真真正正的好果子？第一招，你要谨慎观看它的开口，自然长成而裂开的这种坚果，代表它在树上已经汲取了充足的日光和养分，这样的果核的滋味会很饱满，而且香味浓厚。可如果是那类没等成熟就被采摘下来，然后靠人工机械或者是药物方式强制撑开的这种坚果，它的开口处通常会显示得很齐整且矮板，而这类被迫裂开的缝口，在生产步骤中特别容易残留尘埃和脏东西。第二招则是要瞧瞧里面果核的颜色。最顶端的高档这个坚果，你去剥掉它的薄皮，里面的果核应该是呈现漂亮且充满朝气的翠绿颜色，这标志着它的叶绿色色素等清除氧化物质保留得非常完整。反过来说，如果那颗果核的颜色已经明显发黄，乃至有部分发黑、干缩的征象，那就表示这颗果核在加工前或者是保管期间，已经发生了剧烈的油脂腐坏变质，也就是平时说的油臭气味。这种吃下去非但没有营养，反倒会造成伤害身体的自由基，绝对连选都别选。第三招则是利用你的鼻子去闻香气。新鲜一般的这个坚果，无论是清淡版还是清盐版，闻出来都应当只有一种非常纯净且淡淡的坚果天然香气。但假如你把鼻头贴过去，却闻取一股刺鼻的药味、漂白液气味，或者是多年未换柜子放霉的气息，这就很有可能是无良生意人为了卖相美观，动用了化工原料去漂白果壳，或者是这批果子早就变坏了。碰到这样的状况，请你立即把它丢下，转身就走。掌握了如何挑以后，咱们再来讲这个坚果的黄金用餐时刻，究竟是一大早吃好，还是运动前吃更加好呢？其实行业内的营养专业人士和医生都给予了一致的专业看法。这个坚果的第一最优的完美用餐时刻，就是你吃完早饭后的大约1小时左右。因为我们人体经历了一整个晚上的深睡眠和空腹，早上起来的时候，身体的细胞正处在极其渴望吸收营养的饥饿情形。你在这一时刻吃下一小把这个坚果，
它里边丰沛的优良植物蛋白和钠类能清通血管的健康脂肪，能够迅速被肠胃摄取并转变成平缓的热能。不止如此，它强悍的饱腹感还能让你一直撑到饭后，完全消灭你在午前10点上下就想跑去饮水间吃高糖食品的冲动。至于第2个黄金时间节点，则十分建议计划在你准备去运动馆或者是出门运动前的约30分钟左右。这个坚果里融合了糖类和蛋白质，这种完好的营养构成，可以在你运动出汗的时候，快速转变为肌肉所需的热能，让你做有氧或重力训练时更有爆炸力。与此同时，丰沛的氨基酸也能减少因为大强度运动所产生的肌肉消耗。我在强烈强调，你只要铭记一个绝对原理，绝对不要在晚饭过完，或者是准备躺下入睡前大量吃这个坚果，因为那只会让你的腹围越来越宽，脂肪越堆越厚。虽然我们这一天把这个坚果夸得天花乱坠，可是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类食材是可以不管不顾的狂吃的。根据我们当地权威的国民养分指南提议，每一个成年人每一天摄取全部坚果的总和，绝对应该管制在30克上下。如果单纯换算成这个坚果的话，大约就是每一天不可超出15克到20克之间。而假如是肠胃还在成长，或者是消化机能原本就不太好的小朋友，一天吃上5颗到8颗也就充足了。我在这儿教大家一个在台北生活特别实用的偷懒小绝招，你可以去大卖场采购那样最小号的食品等级密封袋，或者是小型的密闭罐，每一个礼拜日花上10分钟，把你往后1周每日需要吃的这个坚果总数严格测算好以后，一袋一袋的密封起来。你每一天出门上班，就只快速抓一袋放进包内，拿去办公地点吃，这样就能利用物理限定来有效限制本身的进食额度，绝对能完美规避你因为追剧太投入，或者是作业太焦灼，而浑然不觉把一整袋高热烧热量食品给吃掉的遗憾事。在视频的很后，我必须要针对网络上一个延续很久，甚至导致许多人惊惶的虚假讯息来进行事实反驳。存在许多内容浓厚的帖子常常危言耸听，说啥这个坚果绝对没办法和酸牛奶一起吃，说这2样物品混在一块吃，在胃部会产生剧烈毒素反应，让人食物中毒。这根本就是彻底没有医学依据的无稽之言。其实，把无糖酸牛奶搭配几颗碎这个坚果一块吃，不止绝对没有会出现中毒，反倒因为酸牛奶里的充足益生菌，配上这个坚果里能充当益生元，喂养有益细菌的纤维，这类配对简直就是推进肠部身心健康、纠正便秘的顶级黄金配置。别再被那类骗流量的虚假帖子给愚弄了。追求健康真的没法只依靠道听途说，更加不是拿本身的身体去随便捣鼓。为了贪心零食口欲而吃错量，或者是盲从风上吃错方法，从而毁伤了身体，那真的是利少弊多的买卖。概括而言，这个坚果绝对是大地赐予我们的营养数值庞大的超级坚果。只要你懂得取长补短，掌握我这一天传授你的精选3招，抓住早晨或运动前的黄金食用时间，严苛遵照每日15到20克的平安进食量，并且完全规避晚间狂吃、买散装生果，以及忽略身体病况禁忌这3个大吃错误，你就能完完全全感受到这个小坚果施予的强劲护卫力。假若你感觉这一天的内容让你学到了真实可用的、不绕圈子的养生硬常识，请你一定要在下面评论区和我讲述你的想法，也别忘记分享给你周围那类爱吃坚果的亲戚朋友。祝各位身心健康，万事胜意，身体照料好，心态也照料好，咱们下一次再聊。